王一川，老沈的朋友，我川啊，我的朋友，好了啊，讽刺卢秀燕，说那个粉底2400块，哦，擦那个粉底看在就擦粉底，哦，看在就应该素颜，哦，这苦民之苦，干嘛擦个粉底？好，民进党的当然遭受很多人的批评了哈。民进党性平部也说，你不要变成艳女台派嘛，啊，为什么女生擦个粉底又怎样呢？2400块贵吗？我刚才就特别问 TBS 的那个化妆的小姐，我说卢秀燕那个粉底2400贵，她那个普通啊，我说那贵可以多少？好几万呢、哦。那好，那卓冠廷挺王一川哦，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他说哦，你们哦性平部哈、乱扣帽子，毫无高度跟专业的切割哦。王一川讲的对哦，那而且呢，王一川也不道歉，他只是说我虚心接受批评，但是我没有要跟你道歉，也没有跟卢秀燕道歉啊。而且很多的绿营者去出征民进党的性平部哦，说有内鬼，你们居然去骂王一川，内鬼下台，马上要向王一川道歉。民进党就变成这样，所以民进党为什么他们都不敢讲真话？讲了以后就被这样搞啊，哦，然后呢，很多人都变成匪谍啦，都变成亲中啦，只要你稍微讲一个比较公允的话都不行啊、哦。那王一川也被网络延上了哈，说哇这个表也很贵呢，哦70万不等的，不知道真的假的，有这么贵的表吗？哦，然后呢说这个皮带啊、这个是18460块呢，也是很贵的皮带呢，等等哈、我们看一下。一个您是艳女台派嘛？卓冠廷来帮你讲话，你要谢谢他嘛。嘲讽卢秀燕粉底液惹争议，民进党立委王一川一路呵呵去开会。要不要先说明一下？不然你这样就，那你这样就辜负卓冠廷的好意了嘛？遭性平部扣艳女帽子，王一川避谈，但身兼政策会执行长，位阶不低于秘书长，加上发言人卓冠廷力挺，下级单位性平部开炮，等于以下犯上。所有的性平事件的处理方式是有它的流程跟 SOP， 有没有给当事人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王一川如果他自己认为他自己的说法有需要修正的地方，那么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觉得他就说清楚。挺王一川的网友也跟着开轰性平部，我台派，请不要随便代表我。民进党不是不能检讨，有些事可关起门自家内部检讨，但要讨论女权，怎么能少了范云？任何的政治人物不分性别那他的外形妆容都不应该被批评那这重点应该放在就是卢秀燕到底是救灾不力吧？我待会他坐在我旁边，我会跟他讨论。范云及性平部态度一致，但和党发言系统论调不一。绿营过去喜欢标榜性平，如今自家立委惹出争议，态度却让人看了模糊不清。卓冠廷来帮你讲话，你要谢谢他嘛。那博宇是你那个图什么意思？其实王一川委员，其实在后期大家针对他讨论卢秀燕市长2400块的粉底液，大家还不是最生气的，因为大家可能觉得有贵有便宜，大家自己做定论。大家最生气的是王一川委员在节目上调侃卢秀燕市长的手势，让大家觉得不能够接受。就是他的现场节目的讲到很嗨的时候，做出一些感觉起来让人家觉得很恶心跟不雅的手势。当然，这个手势什么意义我不敢去说，但是所有看过这个手势的人，包括男生女生，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而针对这个事情，王一川委员没有出来做任何的道歉，所以更不要讲他有没有对于2400块粉底液的事情出来道歉，当然都没有。但问题是，我觉得好笑的是，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我看得到不是王一川的态度，反而是民进党发言人的态度。因为民进党发言人的态度，就某方面而言，代表的是民进党党主席的态度。非常简单，之前王世坚委员因为呼吁赖总统停止大罢免，被绿营人士攻击的时候，赖清德总统、赖清德党主席没有出来讲过一句话，装作视而不见。而这一次，王一川在节目上公然侮辱卢秀燕市长的做法，对于党发言人批评民进党自己性平部的言论，赖总统、赖党主席一样没有出来做任何的支持。就我角度上而言，我个人认为是不是默许这种行为了？因为可能王一川委员属于赖清德总统的人马，怎么可以被自己党部里面的性平部来攻击呢？所以这整个做法，我觉得当然绿的家务是他自己去处理，他要内斗，他要往内互打，他家的事。但我个人猜测，赖清德总统在党内的领导统御，我觉得出现非常大的问题。那这样，
首先我要先强调，我觉得2400块的粉底液不算贵，因为其实女生都知道，那个粉底液小小一罐，其实可以用很久哦。但是我觉得重点在哪里？重点我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女性，我们今天很认真的工作赚钱，我要买什么样的这个服饰或者是什么样的化妆品，那是我个人的自由跟权利。当然，我们也知道王一川他为什么要挑起这个话题。那个节目呢，基本上就是在说卢秀燕市长去看灾，竟然还化个大全妆。那他们想要洗什么呢？洗他们的何博文嘛，因为何博文呢，之前他身为一个这个代理的秘书长，那应该要去做勘灾的事务，或者去协调一些勘灾复原的工作，不去做，竟然拿了一个铲子跑去那边清水沟，这个是何博文秘书长应该要做的事情嘛？那他们就为了去洗掉这个负面的这种风向，然后开始找了另外一个攻击的地方，就是卢秀燕市长，然后呢就说啊，怎么会去勘灾还弄个大全妆？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民进党长期以来在操作厌女跟性平的话题，现在已经是自食恶果了。其实过去呢，被他们强力攻击的人是谁？就是柯文哲。柯文哲的场合，他过去在竞选这个总统的时候，我们办的造势场合里面，女生的比例有多少，都要被这样子的政论节目，所谓政论节目拿出来检视，然后说，哎呀，怎么前面都没有女生，整场的男生的比例大概9:1，然后就说就是因为柯文哲厌女、丑女才会有这样的下场，所以说他们长期以来就在操作一种，就是说民进党呢是最重视性平的，民进党是最重视女权的，结果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其实民进党呢在性平的事件当中是吃案压案的，而且呢他们自己的政治人物对于很多的女性的从政人物是完全不尊重的，大家记得吗？柯建铭说过什么？叫卢秀燕回家吧。你这个妈妈你就回去吧。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成功的、优秀的女性的从政人物丝毫没有基本的尊重。所以最后是自食恶果。那最后我也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卢秀燕市长她有没有认真的救灾，跟她用什么样的保养品、化妆品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是我非常不乐见，而且我觉得非常难过的是，台湾的公共政策的品质或者是政论节目的品质已经低劣化、小丑化，没有水准到这样子的程度。你一个节目在那边嘻嘻哈哈，然后再讨论一瓶2400块钱的粉底液到底有什么营养可言？但是这样子的节目呢，竟然可以跟这个党，因为它是这个党媒的关系，所以呢，它可以拿到很多的标案，然后呢，继续用这个粗制滥造的品质，然后呢，劣化的内容来我觉得其实是在侵略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电视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可怕的一个地方。你想上一节啊，我刚刚给博弈开示，你看他多上道。刚才他的一段话真的是才是重点，可以当总统了，才是重点。不是他把这个来源呢，他这个今天政坛的腰项，把它归缩到总统跟主席，因为这个上梁不正啊。我们常常叫下梁歪，今天不止下梁歪啊，像清德兄当了总统以后，底下冒出头的是什么？是龚川啊、王一川啊，是林楚茵啊，是沈伯洋啊，这巴炯啊，是闽南人啊。你们想一想看，如果是我当总统，是这些人冒出头吗？这些人连当下梁歪的下梁的资格都没有，这个是小丑出来跳梁嘛。那现在今天讲到他的粉底液，我跟你讲，连民进党的性平部都错了。王一川怎么是台版的厌女派呢？你觉得他厌女吗？他讲这些东西是因为厌女吗？我认为他一点都不厌女。说不定他宠你都说不定，我没有证据了。他会厌女吗？还有呢，卓冠廷更好笑了，卓冠廷就出来修理民进党的这个性平部。但是他是什么？他怎么讲法？他说现在周冠廷现在王一川是满身是伤的英雄啊，所以他讲什么，你们这种切割是不对的，这个就是典型的战狼嘛。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民进党的危机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你们出了这么一个总统，你们出了这么一个党主席，底下乱成一团，非常的没有水准。这平时性平部有性平问题的时候躲起来了，像范云都躲起来，人家问他意见，他没有意见了。现在这个不是性平问题的时候，你出来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但是你刚刚讲一大堆，我只关心一件事。你说你如果当总统不用这些人，你当总统我不是我用，他们冒不出头来。你误会了，我为什么要我用不用的问题呢？他们无路可走，就销声匿迹了。你不要
你当总统，我们能不能出得了？我们能不能出得了？我们能当你们下梁吗？我们能不能出头嘛？你们能不能说看你的造化啊？你看看，好不好？来进。我觉得大佬讲到的重点啦，就在于是说，这些像王义川、者流啊，他们连这个梁都称不上哈，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他们连梁都称不上。可是呢，问题就在于是民进党现在盘踞的就是这些人，对啊，而且呢，我们从前面讨论这个关税到勘灾啊，好1万块到现在。我不知道赖清德在领导什么样的团队，在领导什么样的政府。我们国家现在真的面对到的是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他就跟我们讲说20%的这个关税是暂时性的，但是内容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在抓瞎。然后这个我看到那个国发会的主委刘敬清昨天在讲，就说川普不是说半导体关税要科100%嘛？他提出了3个3招，三招，你要不然就去投资，你要不然就怎样？我想说你是怎样啊？那个一个高中生都会讲，不是，他很严重。你是中华民国的国发会主委，你不是美国的国发会主委，你想到的都是他们，到美国去投资啊，这样啊那样。对，那我们呢？然后那些受害的那些工具机业者怎么样？然后救灾的问题也是，然后救灾的问题也是，到现在为止，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行政院再去提一个那个救灾条例的时候，你先是把中部漏了，好，然后因为这个立委呢提醒你，把中部放进去，已经补出来了，没有台东，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你们列出来的都只有南部的县市，然后呢？而且我觉得这个层次实在是太低了哈。如果大家呢去看到那个王义川他们在这个节目上面去调侃这个卢秀燕的那样的一个嘴脸我就说现在民进党里面是包围着这些的人，而且呢一被这个性平，不管他性平部讲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了哈。他这样子去攻击，我觉得民进党性平部起码站在他的这个角色，他做出了这样子的评论嘛，对，批评，对不对？竟然是所有的这个网络上的民众都在捍卫王义川，都在骂这个性平部。所以呢，我觉得不要怪赖清德，就是呢有什么样的支持者，就是养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少数总统。就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漠视台湾民众的那种真实的遇到的这种苦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养出来的。我觉得这样子替总统谢责，我不是有这么的总统才有这么的基层，有这么的基层才能宠爱王义川。对，我们这个顺序是这样的。我们讲的东西不违背啦，但我的意思是说，就因为呢有这一群人呢，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在捍卫的你所谓的这个赖清德的这样子的一个要反共知道吗？反共爱台的这样的一个政权，所以呢，放任赖清德到目前为止依然如此的盲目的、漫不经心的面对我们国家现在面对的重大的危机。赖清德现在就跟这些人呢相互依偎取暖的其实对在野党来讲应该很高兴有这些人。就跟以前民进党至少什么三宝啊什么的，把民进党搞垮了嘛。但对台湾来讲真的是悲哀，真的是不好。我们常常看大的是不好。卢秀燕，我告诉各位因为我当时参选副总统，他们国民党有10几个县市长，他们有一个群组。因为我选副总统，他们把我放到那个群组里面去，因为要联络，所以我现在还在那个群组里面。我只不表达意见，因为我不是县市长。风灾一发生，卢秀燕就发给其他县市长，台中现在没有风灾，你们需不需要我们去支援你们？第一时间就去讲。而且呢，最后还说不只是国民党，民进党县市长如果需要我也去。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态度，对不对？你还挑剔人家一个粉底，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好不好意思啊？休息了再回来。李博义。好吧，闽南人八炯。闽南人说八炯恶意抹红钟明轩，钟明轩在大陆跑了一趟，说哎呀，大陆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原来以为真的，现在就这样，就被八炯说哇，钟明轩一定是跟老公谁要接触他，给他什么好处啊，这种一堆那闽南人就是
不是这样子。八炯问的人哦，大陆的人说我们根本没有跟钟明轩接触，也根本不认识钟明轩是谁，他就硬要套哦。钟明轩说他痛哭整个晚上，因为呢当时都没有人相信他，现在终于被闽南郎还原了这个正义回来了啊。那青鸟集体崩溃，说闽南郎你叫做卖友求荣，你干嘛去讲八炯？都不能讲的。台独是我们最高的这个道德这个标杆，抗中是我们最高的这个政治目标。在这两个目标跟标志下，做什么都可以啊，讲什么都可以，怎么造谣抹黑都没关系。那你怎么能讲出来呢？所以你是卖友求荣，忘恩负义然后呢，这个闽南人说统战纪录片是有瑕疵的。这中间呢是有问题，是有造假啦等等一堆桃花这个乱这个梨花这个什么揭幕啊，梨花揭幕，移花接木。梁文杰说，虽然如此，还是有价值的那另外呢，联合报的社论说，赖清德的跳梁英雄想把社会变成弱智对不对？他们现在讲你们那个大罢免这个之所以大失败，就因为选民太弱智了，太弱智了。以后我们做的文宣呢，不要太高档，都要变得比较弱智，他们才看得懂啊。我们看一下，我当时说颇有参考价值意思就是这个影片提供了一些线索提供了一些线索。那至于这个影片是不是拍的尽善尽美，我想这也不太可能了那提供了一些那个线索，那确实后来这些线索，我们利用这些线索也确实查处了一些人那这就是我认为这部片还是有价值的。马洛森，这个你要讲谁？讲八炯闽南郎我跟你讲八炯，你那时候就不被人家这样讲吗？你怎么可以讲实话呢？到今天都不认识，但是我这几天跟一个人吃饭。他了解起码15个以上的这些霸团，他说他们其实很多人年轻了，尤其女的多，他们真的觉得这个社会的压力很大，老共真的害我们，所以他们很热心、很热诚，就跟我60年前一样嘛。但是呢，他基本上大部分是有沟通，但是乌合之众，而且大家都各有意见，意见杂得很而且他里头他说几乎每一个。都有内奸所以就真的是非常矛盾的一个团体。现在我去觉得说，我们刚才骂过赖清德的作为总统、作为党主席的不该，但是赖清德为什么堂堂一个执政党的主席，跟中华民国的总统，要把这个一个非常违反这个天经地、违反这个没有人道的这个大罢免，交给曹兴诚带领的？这一个霸团我就搞不懂了所以第一次回到八炯第一次出现在媒体，我看就觉得这个人邪，你讲我讲这样有没有回帮罪？我一看就觉得邪，这是主观的看法。但是他的那一群人，就包括闽南郎包括史书华啦，包括这些，我都点名道姓的，别给他割了，给他割把劲。我一看就觉得这一群出来这民进党怎么走上？为什么堂堂一个执政党要走这样的一个穷途末路？但是我没有证据我只是觉得邪。那这几个月下来，果然不止邪还想学习做小纳粹。哎呀，你看，一个想学习做小纳粹的人，竟然可以带动你这个赖总统钦点的大罢免，你看有没有很糟糕真的总统你还可能想看没？你的罪恶你的领导无方真是把一个好好的一个国家带进一个那可爱的小小的可悲的多山多灾难的国家，这个罪恶何其深重马委员。看到这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因为八炯其实在罢免的过程当中，726之前，其实他的做法其实都还蛮反常的。比如说他在呛路人的时候，其实那种嘴脸，其实让大家非常不能接受。那现在后续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这跟刚才沈大佬讲到的一样就是说这些人怎么可以上得了
这样子的台面，而且被重用。那被重用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社会上，其实好像很多人是被蛊惑，或者引导像仇恨的那种局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那个原之他有提到说，有一个青鸟的女儿对父亲挥拳的这个部分。你一个女儿，然后只是因为这样子的政治理念不同，你可以对自己的父亲挥了3拳，无法想象。这个很像红卫兵，你知道吗？对啊，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就是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都是啊，巴炯对路人，或者像他们的那个性平部被他们的青鸟或者他们的侧翼去出征，其实在都显示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很多的民众是没有办法容忍的，因为我们像现在对小孩子。我们在学校，我们看到有些老师被打，然后不敢管学生，可是你就是不可以去骂小孩，然后不可以随便纠正他，更不可以去碰他、动他。可是我们现在居然让我们的年轻人或者你的晚辈可以对师长或者甚至对父母、直系亲属可以做这样的动作，那这样的政府其实它已经破坏了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这些安定的力量，这是真的是无法忍受。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次民众看在眼里，很多中间理性的一些民众，他们非常反弹的。黄大雄，我顺着文君刚才讲的话哈，今天是父亲节，昨天那个影片传出来，政治理念不一样，那个父亲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啊，然后呢，因为政治理念不一样，就打他爸爸打了3拳。爸爸很伤心，今年的父亲节，他可能也不会跟他女儿见面。我觉得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整个社会这样子是正常呢，还是不正常？我想做父母的人，你希望你的小孩对你恶言相向、拳脚相加吗？做儿女的也要去想想看。你爸爸你父母把你养大成这个样子，我们不要讲功劳苦了，算他的责任、他的义务好了。可是，就算你对一个路人甲乙，当然你意见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面对那个人，尤其是在父亲节的前夕播出这个影片，我觉得台湾生病了。接下来再回来。好，昨天因为在这个核3场不要演绎有几场辩论了哈，就是政见发表了或者是意见发表，其实可以辩论了哈。那昨天第一场是叶中光跟台电的董事长曾董事长那叶中光昨天说，你们都说什么怕什么地震什么，核3的耐震度比101多2倍，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设计进去了那而且能抵抗19公尺的海啸那台电董事长说还没有完成检验。公投不合理，那你永远不检验啊？你早就可以检验啦，不是？你本来就可以检验说，我如果原意，我该做哪些事情？哪些设备要更新？大概预算会多少钱？投资报酬率这样，你本来就该做，你不应该做这事情吗？本来就该做，你都不做啊！然后现在说因为没有检查，我现在怎么研议？你今天就算是要延公投完成要延，你也要去这个补强嘛，都要没有，这你就立刻就延了。你有地方该补一些零件设备，多少年就要更换，大家都知道啊。学工程的，尤其核电的，他都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他都有那个标准的那个作业手册所以呢，这个正反双方反正这个都讲那另外呢，叶中光是说98能源是仰赖进口然后呢，这个核燃料可以用18到36个月然后呢，从俄乌战争的经验，核电厂不会被作为攻击目标，而且不允许作为攻击目标，所以不敢去炸核电厂到现在，俄罗斯也不敢去炸这个核电厂那地震灾害到现在没有损毁全世界任何一座核电厂都没有那另外呢，这个海啸可以挡19公尺，而且平均每度成本只有1.5块那你风电这个要到的这个6.5块光电可能有到6块5块6块，那你台电怎么能不赔钱呢？你这当然赔嘛，你这是无底洞嘛那这个台电董事长
说呢这个研议的程序不能表示科学的经验就是以前没有这个经验了然后呢这个也不是投票能够做决定，不应该用公投然后到底1年内有多少可以这个重启通过安检？1年不选1年半了，1年不选2年了另外呢，这个核能使用被简化成非核家园然后呢，这个运转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对台电不公平那重启核电不代表不缺电是啊，但是你在讲什么，对不对？你多一个电有什么不好的？你现在变成昨天叶中光也讲你现在变成因为电不够，所以本来应该要作废的、要停掉的核电的那个发电厂，又拿起来做备用。那备用是不得已才用备用就经常拿起来用，备用就变成常用了，就变成这个样子。台中就是影响你们南投台中的火力发电厂不是这个样子吗？你说讲什么呢？那另外呢，这个说叶中光说，现在连中电也要南送，就他们台中的电要往南，因为南不够，因为核三没有了嘛，核三已经不能用了嘛，那说只是短期，如果它短期暂时那也是用对不对？怎么没有呢？你造成台中南投人们肺腺癌越来越多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原来是南电北送，说我们干嘛南电要北送，现在变中电南送陈其迈说还超过30%的电是外送的那这个叶中光说核三应该恢复待命嘛，至少待命，电不够的时候至少要启动嘛。曾文生说研议需要科学检验，没有人不要你科学检验，就叫你科学检验了那另外呢，这个曾文生质疑安全无虞如何落实那我就问你，那风电、光电、煤电、油电安全无虞如何落实？如何你让我们减少肺腺癌？如何减少 PM2.5？ 你说，你告诉我们，那是现在已经造成的伤害那国民党说要举办北高的重启核三公投说明会，因为重启核三这是民众党的提议了那台湾民意基金会做了一个民调了，同意核三研议的66.4%，不同意是22.1%那另外呢，连民进党的支持者都有46%是同意的，因为这是国际趋势，而且台湾你怎么办呢？看一下。战役公投首场说明会，正反方唇枪舌战，想不到连高雄市长陈其迈躺着也中枪。陈其迈市长曾经讲，中部的人要用电，北部的人要用电，自己去发电。今天反过来了，南部的人要用电，变成中部要用燃煤机组来发电，这样子叫公平吗？这个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要拿出来做这样子的批判。而且它新增的电力，其实马上就会起来。为缺不缺电吵得不可开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质疑中电支援何错之有，叶宗光则反击新燃气机组的运转时间统统跳票。我就请问哪一部已经按照期程规划在商转的，一部都没有。所以现在有在供电的都还在试运转测试。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新机组根本赶不上进度。他在2年前竞选总统的时候，当着一群台大学生的面说，我们会考虑保留核电机组，在紧急的时候可以供电。那我就请问反方代表请问你支持总统这样子的论述吗？台电则再度搬出政府的3原则，确保核安无虞才能公投，也强调台电都有积极寻找高阶核废的选址地点，完全无疑虑，有没有任何残留的风险在里面？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要公投的时刻。如果今天行政院主动提出来说，请台电公司去做核电研议的评估，那今天就不会有这个公投了。既有核能公投，终于再一次让政府跟民间重启对话。来，志涵，民众党发起的。对，其实昨天看到这个叶旺中教授的表现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优秀，因为他非常具体的回答几个问题，也都是最核心的问题，包含了耐震度。
安全度，还有到底多快时间可以重启，以及成本，还有对于台湾的永续性这些东西，他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反观这个曾文生呢，我必须要说他的角色基本上从一开始设定就是错误的。他是台电的董事长，他怎么可以担任反方的代表呢？其实他们应该，他是一个执行单位，他应该是用非常中立跟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核能还有能源选择的问题。那其实呢，民众党会发起这样子的一个公投讨论，其实就是在回应曾文生他们口中所谓的程序都还没有完成啊，安检也没有完成啊，这个永久储存的立法也都没有完成。为什么没有完成？因为民进党一直不停在拖延。针对这个跟全民都非常有关的能源的议题，这应该是要用公共政策的一个非常高的高度，用科学、务实跟理性的态度来面对的。可是民进党完全不想面对这些，他们就像他们过去做的那些降制图卡一样，他们只要告诉人家，他们只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核废料放你家好吗？可是问题是，这根本就是个假议题啊，因为核废料不会放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家，它就是放在这个湿式的，它就放在这个核电厂里头。那干式有它别的储存方法，对。那过去在新北只要这个时照过了之后，就一样是可以储存的。另外就是永久的储存的地点的选择，这个也应该要经由立法来选址。那为什么没有办法立法？不就是因为民进党政府不断的在拖延吗？所以这一场的公投，我们要呼吁大家，这一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共议题选择的机会。而且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现在的民调出来了，其实支持的大大的压过反对方，超3倍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支持的人愿意出来投票的比例，比起反对方高出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拜托大家，8月2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就是曾文生他本来就不应该担任这场辩论的反方嘛哈，因为呢主管核电政策的主管能源政经济部嘛哈，好歹也是经济部或者是环境部甚至是能源原委会。那你们要出来讲啊，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因为政府部门没有人要出来讲，没有首长要出来讲，那所以曾文生呢就被推到这个第一线去了哈。其实从头到尾哈，我都觉得说，当赖清德他在他的那个什么任性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时候，摆了那个童子贤在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其实对于到底要不要要不要核三啊，要不要研议啊等等这些问题，他其实就没有一个踩死的，他就不像是蔡英文一样呢，画一个饼，就是2025非核家园，然后反正他任内没有办法完成也无所谓，就不需要画的这样饼，他没有踩得那么的死。但是呢，我认为赖清德呢，因为他在第一年的这个任期里面呢，反正毫无这个建树哈，所以他一定要达标，就是在2025非核家园了，完成了这样子个历史性的达标的之后，他对于他自己的党内的这些坚决的反核人士有交代以后，我认为他接下来他一定会在这个美方的压力之下呢，让我们的核电厂重启的哈，甚至于是就是研议等等。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公投呢，对于赖清德来讲就是一个解套。美国那个川普第一任的这个资深国安顾问不是有讲吗？对，说这个川普讨厌赖清德，为什么呢？好多原因，因为他就是跟着民主党的价值走，这个多元化啦，然后呢反核啦，那川普最讨厌这些。你民进党现在走他这个路线，所以呢，来老沈怎么看？我告诉大家，民进党心已经变了。但是呢，他现在要拖时间，要争回一点面子，要看看民意基础怎么样。我告诉你，他现在已经晓得，就算恢复核能的话，林义雄已经不会带着鬼雷那个去造斗笠立法院。这个事情上不会发生了。所以你看，昨天曾文生讲的话，已经不是他反对核能，已经是讲说安全啊，是程序啊，是什么？基本上他没有讲半句他反对核能的。好，今天我反对川普但是今天川普讲的话，算了，应该要参考。川普是一个最喜欢挖煤，最喜欢挖天然气，最喜欢挖石油，甚至页岩油都要的人。但是讲了一句话。你们任何人要建构 data center 资讯中心的话，请自备小型核能发电厂。你台湾现在只有 AI 能投资你能够没有核能发电厂吗？对，我是要补充一下，因
因为我是核电工程师，我之前处理核1跟核4。曾文生董事长，我觉得他来这个辩论真的是辛苦他了，因为他的重点不在于他的立场论述到底是不是薄弱，是在于他为了要讲整个逻辑，是有非常大的问题啊。他不是反对核能，沈老说的对，他一直在着重于程序问题。他说一定要把这个所谓安全的这个所谓检测都做好之后，我们才能来公投。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逻辑完全颠倒错了。为什么？因为安全检测是很花钱的，他要做结构检测、运转检测、环境检测，非常的多。所以正常来讲，应该是公投通过了之后，我才会花钱来做所谓安全检测嘛。因为如果我先做了安全检测，结果公投没过，我钱全部都白花了。而且要知道，就算公投过了，也是必须安全检测都通过了，核3才有可能重启跟运转嘛。所以我只能讲，对于这个曾文生董事长而言，他来到现场，真的只是帮赖清德、帮赖政府来做拖延时间而已。谢谢再回来。好，柯文哲昨天在法官呢彪骂检察官不要脸说你已经压我11个月了，压12个月是到极限了那你要怎样然后呢，休庭的时候他飙出口了那北检呢事后当然有发表他的声明那柯文哲呢说赖清德你是罗织我罪名，我绝对不向赖清德投降另外呢，这个柯文哲在庭上连喊3次，这是什么世界？杀人都没有那么久，不过压了那么久而且他当时被起诉了囚刑28年半那这个几乎是一辈子了那另外呢，柯文哲开庭生气说你们还在讨论有无法源，这是什么世界那另外呢，柯文哲他摔卷子然后扔水瓶，飙脏话，骂检察官说我是贪污的人吗？那个检察官还边笑边点头，所以柯文哲就发飙了，生气了那当过检察官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说，台湾司法已经很脆弱，法官说了，台湾是很脆弱。蓝委吴宗宪说，不用骗人，你没有双标，你为什么会脆弱？就你们双标嘛，你们就是干按据政党，还要拍上午的以检察一体为名义拍上面的长官的马屁嘛，对不对？国民党的委员说有做什么伪造文书、抄名单，有没有？有。对不对？不对，但是注意他是不对，但是法律上是要生损害于他人或公众，他生损害了谁？没有一个民进党委员被罢免掉，没有一个立案，没有一个成案，他没有损害于谁嘛？民进党罢免国民党，每一个都真的这个成案啦，他中间也有做假的也有死人的，一个都没事，这不是双标？什么是双标那所以呢，而且现在绿的犯罪就是大案小办蓝白就是小案大办所以呢，这个柯文哲在法庭大爆冲，他在找原因说因为提示了进化成蓝图时间点有关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这个骂镜传媒说呢这个爱看4个字，什么叫4个字报纸？说呢要知己知彼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他摔水瓶、丢资料、骂检察官，北检事后有发一个声明了有一个新闻稿，北检说我们严正谴责，不可以对我们检察官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进化成案再度开庭，7号传唤2名重要的证人，分别是北市府前副秘书长李德全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但却在庭上发生插曲。7号上午开庭期间，前北市府的副秘书长李德全先出庭作证，不过呢，就在休庭的时候，柯文哲却是突然暴怒，对着检察官呛下。休庭期间，柯文哲问道：“我是会贪污图利的人吗？”检察官疑似边笑边点头，让他气得爆粗口，更把卷宗和水杯往对方丢，情绪失控将近20分钟。事后审判长询问双方的意见，柯文哲引用前台大校长管中闵的著作《大学的脊梁》，批评检方声闻周纳、罗织构陷、入人于罪。而检察官表示，当时没回应是怕影响到证人。休庭期间也适用法院组织法，但要件需要审判长制止、记名笔录，但当下审判长不在，后续会再调阅法庭的录影画面，检视是否有不当的言行。被告如果在法庭上有不当的举动，审判长是有权利来制止，甚至命令暂时离开法庭。如果被告不听，甚至可能会涉犯藐视法庭罪。但由于今日柯文哲有失控举动的时候是在休庭的时间，审判长刚好离开，因此并没有马上有制止的行动。
7号开庭，除了小草到场，陈佩琪也在囚车道口频频拭泪，顶着大热天守候柯文哲抵达。柯文哲过去曾经被钟小平控诉贪污器的提告，尽管双方达成和解，但陈佩琪却认为钟小平没有诚意，宣称是因为蓝白合作所以道歉，扬言再告一次。金华城的案子，在议员来说，它是一个座谈会的记录，但是它并不是市府重大的政策，所以它从来没有进入所谓的列管，更没有进入所谓的晨会。除了李德权上午提到金华城案依法没有问题，黄珊珊也强调柯文哲从来没有交办他金华城的案件，指控柯文哲被关押将近12个月，检方至今似乎还在寻找他违法的法院依据。这案。现在法庭直播因为还没有办法进行，所以其实很多人看到的一些报章杂志的报道，还有甚至我们脸书的图卡能够出的都非常非常有限。昨天柯 P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暴怒？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现在有很多人说哦，是因为昨天出现了一个什么关键的便利贴新的证据。其实那个便利贴呢，昨天检方不是第一次拿出来，过去呢我知道在李正浩还是一些三立那些报道就已经出来了。那至于所谓的侦查不公开沦为据闻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再多加批判。这个东西第一个完全不是什么新的证据，第二个上面根本没有写什么，只是检方拿出来的时候，很多记者没有听到，他们就说哦，这是一个新的证据。柯文哲有跟彭正生说，这个金华城应该已经对容积率死心了，他们只希望能够尽快完工。好，这其实是一个很平铺直述的一个内容，只是在告诉大家说依法行政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结果呢，他们现在把它曲解为说柯 P 是因为看到这个证据然后暴怒。事实上，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检方最夸张的是押了人11个月，到现在拿不出具体的证据。他们所谓的可以一刀毙命的证据，还有重中之重的证人都一再打他们的脸。第一个，所有的公务员来都说没有违法。就是根据都市计划法第24条。第二个是起诉书的薄弱，导致现在检察官在做什么事？他们一直不停的在补充起诉的理由。大家知道吗？现在补充理由已经来到第20了，也就是说起诉书没有的东西。然后呢，检察官开始写故事，就说啊。第一个补充理由，所以我要压你；第二个补充理由，所以我要压你。现在已经编到第20版了。昨天柯 P 在庭上中间休息的时间，他没有去休息，他就是在看那个检方最新出具的补充理由。他气到觉得说，这会不会太扯？他被关了快要1年了，你还在补充理由，这代表你当初羁押我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他就骂到后来，他说：“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羞耻？你今天要压一个人，你对他人格做了最严格的限制，对他人权做了最严厉的侵害的时候，你竟然理由如此的薄弱，然后不停的在补充，在为你自己自圆其说。”后来他就像他过去当医生可能会丢病历，所以就把他手上那叠卷宗往检察官丢过去。整整20分钟，那些检察官那3个人一句话都不敢讲。然后法官也没有进来，我不相信他没有听到，因为法警非常同情柯 P。法警我甚至看到柯 P 一度把麦克风拿下来，他们把麦克风再拿给他，没有人制止他。第二个我要说的是，这个羁押禁见11个月到底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没有证据嘛，没有证据你就放人，你不能说哦，因为我所有的证人还没有问完，那是因为你的审判速度、你的侦查速度太过缓慢，你不能把你的行政怠惰归咎于这个人身上。然后柯文哲被关在什么样的环境？他是在禁见房里头，3楼非常非常炎热。如果我们在一般的室内是35度的话，没有开冷气，他在里面就是37、8度，然后他是禁见的，他不能跟我们任何人有接触。你对一个人用这么严格的侵害人权的侵害，然后你提不出任何的证据，这合理吗？所以柯 P 才会暴怒说，这到底是什么世界？最后一个是，我觉得他昨天看到了2个重要的人，一个是李德权，我们前副秘书长李德权，他就具体的指出来说，一切都是依法行政，不然他不会盖章上公文。可是过去把它报道成怎样？报道成说李德权早就警告你了，这件事不合法，你还硬要干，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是黄珊珊具体的说明了金华城从来没有被市长市会议给列管，就是我们最高层级的列管，也就是说柯文哲根本没有在管这些事情。这2个事情都讲了，结果你知道检察官竟然当庭曲解黄珊珊的话。如果检察官连当庭这个黄珊珊讲的话，记者都在哦。黄珊珊是当庭驳斥他们说我刚不是这样讲的，结果检察官当庭扭曲他的话。如果检察官可以在公开的法庭审理当中做这样的事，他们还有什么下流的事做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对司法最严格的控诉。马委，就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一直以来，现在的民进党
在司法上面其实所做的这些扭曲的一个做法，柯 P 这当然是大家觉得最严重的部分。那还有就是在我们罢免过程当中，所有我们国民党部被收押禁见，所有被司法迫害的这些做法，其实都已经让我们的司法在人民的心目中都没有信任感了。就尤其我刚刚听才知道，他进监房11个月，那是很残酷的，对啊，不能跟别人接触，11个月，你一个人关在里面11个月，你看是什么样状况？他一个人关在他是2个人，他有但他已经换了8个室友，不能接见了。来，他是关很久。我说不是柯文哲对司法不满意，现在是很多的民众对司法都不满意啊。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双重标准太夸张。先不讲国民党因为伪造文书被收押禁见20-30个人，之前有个很有名的，有民众合成了侦办金华城案检察官的照片，这个事情目前好像还收押禁见也没有出来吧？但问题是，对于做黄国昌委员灵堂照，以及对国民党立法委员做遗照的那个人，检调有没有去办，有没有相关的动作，目前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要讲，这种带有颜色的办案态度，才是现在所谓司法脆弱最主要的原因呢。老沈。那我觉得柯 P 昨天的发表示他真的是来到极度的无奈跟无助的境界，这个通常是对一个被告是不利的。那我是觉得说，当场他的律师怎么没有制止他，说这样不了，制止不了了啦。来，我觉得柯文哲昨天的那一幕我觉得是还蛮人性化的一面。就是因为像志涵讲的，你补充到19份的20的这个理由了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如果82